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魏文清。在下早前发布了2支影片，讨论2020年后出生的大熊猫的谱系号问题，希望大家有看过。最近发现 PandaPN 更新了一些大熊猫的档案和谱系号，那么在下也整理一下资料，就大熊猫的谱系号问题来个更新吧。시작。之前提到，由于2019年后繁殖建议便没有更新，所以一些2019年出生的大熊猫也有谱系号未知的情况。最近发现 PandaPN 新增了一些熊猫的谱系号，例如 NN 是1207，星野、牧野分别是1209和1210。可是有一些大熊猫，例如雅雅、苏锦等，PandaPN 仍然没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，代表它们的谱系号可能还不确定。2020年出生成都基地的熊猫 PandaPN 都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。至于2020年出生不是成都基地的熊猫之中， PandaPN 有列出部分熊猫的谱系号，例如星鹿是1331，朝天椒是1340，峨眉是1349，星丘是1351。注意的是，浓浓的谱系号 PandaPN 之前显示为1257，现在修订为1348。至于其他的大熊猫，例如元宝、福宝等， PandaPN 仍然没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。元宝的疑似谱系号是1236，但一切以官方公布为准。星鹿的谱系号1331是定的，蓝运的谱系号1336也是定的，它们之间有4个号码，1332到1335。按出生日期排序，在星鹿和蓝运之间有5只熊猫，分别是福宝、智智、新宝、千真、千心。由于不能把5只熊猫放在4个号码上，只能说谱系号并不完全根据出生日期去编排吧。暂时还未能把福宝它们的谱系号锁定在某个号码上。总之，我觉得他们可能已获编排谱系号，只是官方尚未公布。2021年出生成都基地的熊猫 PandaPN 基本上都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，就除了欢里里、圆嘟嘟，这是因为它们还在外国，相信要等到它们回到中国后，才会从展区的名牌中得知它们的谱系号，就像风帮那样。欢里里、圆嘟嘟的疑似谱系号是1268、1269，但一切以官方公布为准。至于2021年出生不是成都基地的熊猫之中， PandaPN 有列出部分熊猫的谱系号，例如毛毛是1364，宜兰是1370，乐乐是1372。至于其他的大熊猫，例如小小、蕾蕾等， PandaPN 仍然没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。2022年出生成都基地的熊猫之中， PandaPN 有列出部分熊猫的谱系号，有些熊猫则没有，例如超超、闹闹等， PandaPN 没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。至于2022年出生不是成都基地的熊猫之中， PandaPN 有列出部分熊猫的谱系号，例如梦寻是1382，奥宝是1383，吉福是1386，安宝是1389，中中是1390，春雨是1391。至于其他的大熊猫，例如福将、华宝等， PandaPN 仍然没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。2023年出生成都基地的熊猫 PandaPN 都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。至于2023年出生不是成都基地的熊猫之中，有不少熊猫是 PandaPN 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，所以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但还是有一些熊猫，例如莽灿灿、白君等， PandaPN 仍然没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。之前提到2024年出生成都基地的熊猫 PandaPN 没有资料，但现在 PandaPN 已经建立了这些熊猫的档案，而且基本上都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，就除了梦好、梦田，
这是因为孟好、孟田还在德国柏林动物园。至于2024年出生不是成都基地的熊猫，它的 PI 都没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。知画是1426号，金瑞是1429号，那么魅珠和奇影是1427、1428号吗？不知道呢。如果掌握2024年出生的圈养大熊猫的全部名单，包括不成活的崽，那么按出生日期排序，是有可能推测出我们佳佳、德德的谱系号的。观众之前从网上看见佳佳、德德的谱系号，有可能是真的，也有可能是猫粉按出生日期推测出来，不知道。总之，一切以官方公布为准。2025年出生成都基地的熊猫 Panda PN 暂时没有资料。Panda PN 内的2025级大熊猫都出生于成都基地以外，即是熊猫中心、上海野生动物园、兰州野生动物园等，而这些小熊都暂未列出谱系号。最后有3点想总结：第一，根据 Panda PN已知的谱系号是编排到2024年，那只小熊是柯宇，谱系号1440， 2024年7月27日出生于成都基地。第二，在下发现不少2020后出生不是成都基地的熊猫，它的 PI 也有列出它们的谱系号。第三，2023级成都基地的熊猫之中，最后的谱系号是润阳1326号，而2024级成都基地的熊猫之中，最前的谱系号是宜兴1421号。润阳和宜兴之间有差不多100个号码。然后2020级熊猫中心的星路是1331号，蓝运是1336号。2023级熊猫中心的奥克是1414号。因此，在下觉得大熊猫的谱系号问题是已经解决，又或者正在解决，就只欠官方公布这些宝贝们的谱系号而已。还是那句话，希望专家们早日重开会议，好好整理大熊猫谱系，给予每只大熊猫一个独一无二的谱系号，并更新繁殖建议。谢谢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麻烦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加分享。你的互动会令影片更易被推荐，被更多观众看到。感谢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